我再跟你说个事儿，你会更高兴啊！法院接受我的申诉申请了。爸啊，你们放弃那事儿吗？这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，除了你，还有谁在乎？这一刻，我听明白了儿子话里的意思。他通过选拔获得了飞天的机会，如果我的事再次被提及，就会成为他履历上的污点。爸，放心，我是不会影响你的远大前程。我原以为自己的教育方式很成功，可那一刻我有些迷茫了。我转过身，肩膀微微抽动着，心中五味杂陈。看着我此刻落寞的背影，谁又能想到我曾经是全市最好的桥梁工程师，设计了当地的第一座大桥，还被选为亚运会的火炬手。在大桥通车那天，我抱着儿子，在人们此起彼伏的掌声中，我骄傲地对他说：你看，这里原来没有桥，要过这个河啊，要走很远很远的路。爸爸是魔术师，变了一个大大的魔术，然后有了这座桥。等你长大以后，一定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。可谁知下一秒，这座刚完工的大桥开始飞速坍塌，而我也从城市英雄沦为了阶下囚。在那之后，妻子跟我提出了离婚，我同意了。现在的我已经不敢再奢求他留下，只希望以后每3个月能见儿子一面。还记得当时儿子的地球仪摔坏了，他想让我回家修，我鼓励他自己可以修好，他却摇了摇头，说老师总是说他缺根弦。我不会，王老师说我缺根弦儿。王老师胡说八道，记住，别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，明白吗？走了。我不。见儿子不愿离开，我便跟他玩了个游戏，说看谁先到家，我会坐宇宙飞船，让他快点想办法。回家后，他拿着手电筒照在天上，说担心我速度太快，找不到回家的路。在那之后，我成了罪人，儿子也成了替罪羊。就是他把桥弄塌的，抓着他！他整日被欺负，我制作的地球仪被熊孩子撕坏，他们骂他是个笨蛋。我在监狱里也受尽煎熬，成了过街老鼠。但我一直告诉自己不能输，要给儿子做个榜样。在我服刑期间，妻子没带儿子来看过我一次。就这样，我带着对儿子的思念，咬着牙挺过了这7年。刺眼的阳光毫无遮拦地洒在我身上，7年铁窗生涯就像一场漫长又黑暗的梦。你还有脸回来？我们这里不欢迎你，不好意思，我就是来找我儿子的。你先说说那桥是怎么设计的？我怀着忐忑的心情敲响了前妻家的门。啊，你是提前了还是越狱了？哦，我是昨晚跑出来的，现在正全程通缉呢。我努力挤出个玩笑，随后趁机走进了屋里，可回应我的只有寂静。儿子，儿子在学校呢，省重点全寄宿学校，1个月回来一次。我心里苦笑着，这7年前妻一次都没带儿子来看过我，我写的信也石沉大海。更让我生气的是，他们还把儿子送进了寄宿学校。你怎么让儿子去寄宿学校呢？寄宿学校怎么了？我觉得寄宿学校非常好，又能增加学习时间，又能锻炼他这个自理能力。将来社会竞争多激烈呀！你想考个好大学，现在你不玩命能行吗？就在我们争论的时候，老孟的手机响了，是学校打来的，说马飞在学校闯祸了，要被开除学籍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这孩子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来到学校看到马飞的那一刻，我的心揪了起来。马飞长期学习成绩在班内垫底，逃学旷课，屡教不改呀。面对主任的责问，他嘴角一撇，看似满不在乎，可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深深的自卑和无助。主任宣布开除的那一刻，儿子惊讶的不是被开除，而是看到了7年来日思夜想的我。他的眼神里有惊喜，有愤怒，还有一丝委屈。我朝他挥着手，就像没听见儿子被开除的决定一样。前妻在向主任求情，而严主任却指着墙上那些从学校走出去的状元照片，言语里满是对马飞的贬低。听到儿子被这样贬低，我再也忍不了啊！马飞完全没问题。不是让你在外边等吗？你进来干什么呀？我不允许你们这么说他。贵校的名字是取自《礼记》吧？孔夫子尚且说有教无类，而你们只在乎升学率。那些落后的孩子呢？不是想办法让他们跟上，而是快速的抛弃他们。没请教，这位是马飞的家长马浩文。当我说出自己的名字时，严主任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不屑，因为我和我儿子一样，
在他眼里都是失败者。东配大桥的设计师，你觉得在你搞清自己专业之前，你有资格探讨我的专业吗？我们的城市英雄，尽管被这样羞辱，但为了让儿子能留下来，我还是跟严主任打了个赌。初一结束，马飞的名次考到多少，学校不会开除的。好，就按你说的，班级前10名。好，前10名，但我要说的是年级前10。不只是年级前10，我再给你打个赌，等他离开学校的时候，他会是这个学校最出色的孩子。我坚信我儿子是最出色的，总有一天马飞的照片也会出现在严主任的墙上。还年级前10名，你咋不上天呢？你也不撒泡尿照照，长了那年级前10名的脸了吗？前妻也觉得儿子根本不可能变好，他总是以爱之名不断羞辱他、打击他。批评他可以，你不能当众羞辱他。我是他妈，我为他好。再没有比我是为他好更恐怖的借口。我心里明白，全世界都可以觉得他是废柴，唯独我不行。保牧场里生意出了问题，着急赶回去。前妻是法人，就只能先把儿子交给我照顾。这也让我们这对久别重逢的父子有了独处的时间。但马飞却表现得十分抗拒，他靠在墙角，双手紧紧拽着衣服。我张了张嘴，喉咙却发紧。那些在监狱里反复练习的开场白，此刻全化成了灰烬。我清楚地知道，我离开的这7年，他一定遭受了很多的冷眼。我突然恨透了自己，恨那7年铁窗，把我和儿子变成了陌生人。为了安抚难过的儿子，或者说是为了弥补这些年缺失的父爱，我决定先从一顿饱饭开始。但在我与世隔绝的那段日子里，世界也在飞速进步，物价也随之上涨。为了儿子以后的温饱，我便打算去找份工作。本以为凭借我优秀的履历，找份好工作唾手可得，但这个世界很现实，坐过牢就是我一辈子的污点，洗也洗不掉。但这并没有让我感到沮丧，真正让我感到难过的是儿子对我的不理解。你到底收了多少黑心钱？为什么好多人都大脚回他？为什么所有人都说你是大坏蛋？为什么？也有人会说你是笨蛋、蠢货，对吗？但爸爸相信你不是，亲眼看到爸爸修的那个桥塌了。但爸爸这个人不会塌。这一刻，我在心里发誓，一定要找出当年大桥坍塌的原因，不只是为了我自己，也是为了儿子。第二天，我送儿子上学时，遇到一群工人在为找不到爆破点而发愁。我向工头索要了500块，承诺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。那你要是真能干成，我给你800。我仅仅用一根水管就找到了平衡点，确认了爆破位置，顺利拿下这一笔普通工人1个月才能赚到的钱。儿子此刻朝我投来了崇拜的眼神，我就是想让他明白，这就是知识的力量。而我接下来要做的，就是先找到一个住处，不能再让儿子跟我一起睡桥洞。于是我找到了我曾经最器重的徒弟，他如今已经当上了副院长。但这钥匙也不是白拿的，我必须为他免费设计图纸。我这才感叹到世态就是如此的薄凉。我和儿子回到了曾经的家，屋里满是灰尘，那个地球仪已经破烂不堪。我心疼地看着儿子，这7年他一定受了很多苦。为了不被邻居发现，我们不敢开灯，只能点蜡烛。马飞躺在床上，一脸惆怅。他说他根本不可能考进年级前10，他不想给我丢脸，但我根本不在乎。忘了那个赌了，是不是前10我才不在乎呢？爸爸在乎的是，你的脑子是在睡觉，还是一直在转？随后我询问他长大后想干什么，他却说妈妈想让他上清北，没有一点自己的主见。清华北大只是过程，不是目的。好，那考上大学然后呢？记住，人生就像射箭，梦想就像箭靶子。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，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？我想让他找到自己人生的箭靶子，考上清北只不过是那万箭靶子中的一个。我成绩提高，应该先从哪科开始呢？见他开始迈出了前进的第一步，于是我扔掉了他的所有练习册，只留下了课本。看看，在11厘米到考试前每天0.1厘米，我的天才儿子能做到吗？那是我第一次从儿子眼神里看见了燃烧起来的斗志。从那以后，我们俩便开始了新的人生。他发现，一旦把心沉下来，那些枯燥的知识也变得有趣。
他的身高在增长，试卷上的分数也在提高，稍一努力就勇夺全班倒数第5。而我对马飞的辅导不只局限于课本，还有这个世界生活中的诸多知识和学问才是最耐人寻味的。这里此刻就是独属于马飞的补习班——银河补习班。这里的教室不是墙壁，而是浩瀚的银河。儿子在进步的同时，我也没有忘掉自己的目标，我开始写起了申诉书。因为我发现当年大乔的实地勘测数据与我设计的数据完全不符，所以转天我便找到了设计院的院长，可他们还是和以前一样，找各种理由糊弄我。你耍我呢？一次次的碰壁使我心中的无奈和不甘被我无限放大，大到要将我给彻底的压倒。所以在儿子跟我说他要去看航展的时候，我第一次朝他发了火。你看呀，你看看什么看？什么乱七八糟的？考试能不能考好？能不能给我争个气？我也意识到自己被负面情绪左右了，于是我向儿子道了歉。对不起儿子，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。尽管已经临近期末考试，但我还是带着马飞逃课去看了航展。在去那的路上，我们跨过田野，趟过溪流，白天旅游，晚上补课。等我们终于赶到的时候，航展的票已经卖光，可我却找到了更好的观赏位置。我们爬上山头，近距离感受着飞机掠过的震撼。我想此刻马飞也找到了那个问题的答案。在回去的客车上，因为疲倦，我沉沉睡去。儿子想到我还没吃饭，中途下车给我泡了一碗面。可当他上车才发现自己搭错了车。等我发觉时已经倾盆大雨。马飞本想在车站等，他知道我一定会回来。可那年是98年，100年不遇的洪水马上就要来袭。我一路找到安置点，却不见马飞的身影。而此时马飞已经被洪水包围。我抢过扩音器大声呼喊，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听见，我是爸爸。娘娘，王队长，如果你能听见，看看你的周围有什么。当洪水马上到来的警报再次拉响，当我无奈地被拉走时，身后却传来了口哨声。一束光正在洪水里挣扎，他用床单和被子制作了个简易的木筏，而这不是从任何一本教科书里学来的知识。他才12岁就拥有了面对危险时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勇气。我见证了他的蜕变，这种骄傲如同春日暖阳，温暖着我此刻疯狂打战的心。转眼就到了期末考试的日子，我希望他考好，但不希望他是为那个赌约考的，而是为了他这段时间的努力和成长，交出一份优秀的答卷。随着成绩的公布，我们的目光快速地划过成绩榜，并停留在了65名。从垫底到65名，这已经印证了马飞这段时间的努力。不得不说，从垫底到这个名次，马飞同学确实是进步巨大呀。但规则就是规则呀，每个同学和家长都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。我们愿赌服输，在走出校门时，却发现老孟正在门外闹事。你有事吗？出去！你出去！松手！出去！敢搞我儿子！儿子，记住了啊！你别的没有，就是爸爸多。破学校不要他还不稀罕了。但是，其他好学校随便挑。看着马飞还有一个爱他的爸爸，我的心顿时踏实了一点。就在我们要离开时，马飞的班主任拦下了我们。原来马飞的作文被主任批了0分，我急忙赶到办公室，当着所有领导的面，让马飞念出那篇作文。标准答案非常清楚，中心思想就是要写如何珍惜学习时间。可这篇作文呢，好题万里，东拉西扯。但我认为作文就像人生，哪有什么标准答案？人生不是试卷，当你遇到困难时，生活不会自动跳出 ABCD， 你要自己去思考。孩子的思想不应该局限于那几个字母。在我的极力劝说下，校领导们决定同时为这篇作文打分，最后取平均值作为最后的分数。我算了一下，平均分呢应该是22.8分，漂亮！有了这珍贵的28分，马飞也顺利的冲上年级第10。一转眼临近高考，马飞的成绩完全有机会成为状元，但前提是他必须放弃报考飞行员。一生要强的严主任也终于复述，当年我和你父亲不是打赌，说要把你变成最优秀的学生吗？好吧，我可以认输。他拿出准备好的照片，语气里带着祈求。小山主任，求你。可马飞还是坚持自己的梦想。可是我爸爸说过，人一定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他如愿考上了飞行员，我眼里满是欣慰，但也有遗憾。那座倒塌的大桥一直压在我的身上，
直到10几年后的一天，我正埋头吃面，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，是我曾经的徒弟吕大头。原来他当初为了一己私利，篡改了我的图纸，让我含冤受屈这么多年。冤死鬼！你一口一个师傅，他叫着他，还给你设计图纸。告诉你了。此刻，怒火在我胸腔中熊熊燃烧，理智被彻底吞噬。我猛地冲上去，挥起拳头，不停地朝着他砸去，每一下都带着这些年积攒的愤怒与不甘。而另一边，马飞一路从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，终于赢得了宝贵的飞天机会。可就在这时，总指挥突然拿出一份报纸，当年的事情又回到了大家的视野里。知道上天后意味着什么？全世界的焦点，任何一点过去都会被无穷放大。能不能不再有这种行为？听到儿子成功入选，我满心都是欣慰。这些年所有的心血和付出，总算有了回报。我再跟你说个事儿，你会更高兴啊！法院接受我的申诉申请了。爸，哎，你听我说，还有一个更有利的条件。当年参与行贿的那个副厂长不是关起来了吗？账本在他手上，只要他肯配合的话，爸爸这个案子就可以翻过来了。爸啊，你能放弃那事儿吗？桥已经塌了，就算案子翻了，那也不会有什么实质上的赔偿，那顶多就是恢复名誉。咱不折腾，懂了？完全懂了。谢谢你啊，儿子，这么替我着想。爸，这不就对了吗？听到这些话，我愣住了。20年的冤屈，我以为坚持上诉是为了给他一个堂堂正正的父亲，可原来在他眼里，我不过是在用这份执念一次次揭开他不愿面对的伤疤。我现在才知道，我的教育是失败的，完完全全的失败。阿飞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座桥，把自己的桥修好，在我看来，是世界上最大的事儿。我引以为豪的教育，此刻像是对我最大的嘲讽。我自诩是他人生的引路人，到头来却成了他幸福路上的绊脚石。爸，对不起，我也是第一次学着当儿子。